2026年4月10日下午，曼谷苏万纳普机场，一架从广州飞来的航班落了地。19岁的小杨拖着一个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出发之前，他跟家里撒了个谎，说去同学家住几天，但他真实的行程是飞泰国。1年前他在泰国旅游时，认识了一个挺谈得来的姐姐。这个所谓的姐姐邀他来清迈过泼水节，他站在到达口四处张望，等那个说好来接机的姐姐，但是等的人没来，来接他的是一个陌生男人，说是姐姐安排的司机。小杨没多想就上了车。之后这辆车行驶了2天。4月14号清晨，他到了缅甸克伦邦最南边一个叫三佛塔的地方，被关进一栋毛坯水泥房里，而从这栋房子往北100多公里就是妙瓦底。就在2个月前，2026年2月9号，中国公安部发了一份通报，说妙瓦底 KK 园区相关的630多栋电诈建筑已经全部拆除，1500多名涉案嫌疑人悉数押解回国，联合清剿圆满成功。这份通报贴出来那天，大家一片叫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下那帮人完了，大快人心啊！这种情绪我特别能理解。这2年被电诈坑过的中国人太多了，大家是真心盼着这帮畜生有报应。而且中国这次的打击力度确实空前，捷报才贴出来2个多月，小杨为什么还是没能绕开这条边境线？他只不过是被卖到了同一个黑产网络里的另一个据点。各位好，我是狗剩，我们先从那栋已经被拆掉的园区说起。喂，谁呀？喂，你谁呀？喂，你谁呀？别管我是谁，你想王下狗上吗？给我转2万块，我给你做掉王局。你想当中宣部部长吗？给我转20万，我给你买通关系。你想收复台湾吗？给我转2000万，我让赖清德投降。嘿嘿嘿，行，等等给你转过去。我的钱，贪小便宜吃大亏，狗剩提醒您，小心电信诈骗，保护财产安全。缅甸军方的信息部门对外是这么宣布的：到2025年12月中旬，已经拆掉413栋建筑，剩下200多栋也会陆续清掉。这个数字很具体，具体的让人愿意相信，听上去摧枯拉朽。但是很快，有2家专门靠卫星图吃饭的国际开源情报机构把这场戏给拆穿了。一家是信息韧性中心旗下的缅甸见证项目，另一家是华盛顿的 C4ADS。这2拨人把去年底到最近妙瓦底拆除前后的高清卫星图和无人机画面拉出来逐帧比对，他们发现在军方高调宣称的那一波拆除里，真正被彻底夷为平地的只有31栋，另外至少78栋只是被重型机械破坏了一部分，往往是临街那道最显眼的外墙被啃掉，可屋顶、楼板和承重的骨架基本原封不动地立在那儿。把同一栋楼拆前拆后的2张卫星图叠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件很别扭的事：从马路正面拍，它像一片废墟；可换个角度，从侧面、从上方拍，那套楼板和承重的骨架几乎一根没断地立在那儿。这种方盒子写字楼在机械重击之下，只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毛坯还原。理论上，外面的风暴一停，庄家随时可以带着工人回来，重新糊上水泥墙，装上空调，拉一根光缆，几个礼拜，一栋崭新的园区就能在原地复活。C4ADS 干脆把妙瓦底镇21个已知的诈骗园区挨个数了一遍，结果是其中14个从年初到现在非但没收缩，反而还在盖，还在扩，有的楼顶上新铺了一排崭新的太阳能板。C4ADS 的一位分析师叫迪吉罗拉莫就说了，园区还在持续生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军政府根本没能力遏制本国境内的这门产业。外界对付这些园区除了拆楼，还有一招更狠的，就是切断电力和网络。这些园区很多就贴着泰国一侧的电和网，过去常常是从外面接进去的，一断电，机器停转，键盘黑屏，生意当场就做不下去。可现在人家在楼顶铺上了太阳能板，提前给自己修好了独立电源，他压根没打算走，他在为常驻做准备。最说明问题的是一个叫轻松的新园区，这个园区距离被拆掉的那个 KK 园区大概只有5公里。卫星拍到它的时候，房子主体还是个毛坯架子，楼都没封顶，可楼顶上那种圆盘形状的卫星天线、星链的接收器已经先一步装上去了，砖头还没垒齐，信号先通了。缅甸见证追踪了这个轻松园区整整7个月，从2025年4月到11月，眼睁睁看着一栋一栋新楼从地里长出来。研究人员的判断是，这个园区很可能从设计的第一天起
就是为接住那批从 KK 园区被清退的人和生意预先修好的备胎。聚光灯打在妙瓦底，把 KK 园区炸成了头条，可就在镜头边缘，另一片灯火正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那问题就来了，砖头都还没垒齐，那是谁在掏钱不停地往里砸？又是谁在当保护伞？卫星开源情报能记录地表建筑的生灭，却拍不到地底下的权力密码。下面我们看看滋养这些庞大园区的地基到底是用什么铺成的。拿佤邦做个样本，佤邦在缅甸东北角，可你真要去了那儿，会以为自己根本没出国，花的是人民币，手机上是中国手机信号，连时间都跟北京同步，街上人说普通话，学校娃娃用的课本很多都是从云南那边运过去的。它有自己的政府、税务、法院、监狱、军队，养着2万到3万人上下的常备军，武器主要来自中国，脚底下的山里还埋着占全球大约1成的锡矿。缅甸中央政府想派人进去，人家不点头，你硬是进不来。这是一个住在别人国家身体里却五脏俱全的国中之国，而整个缅甸是碎的。根据一个专门统计武装冲突的项目 ACLED， 缅甸光是大大小小的武装组织就有1200多支。那个发动了政变自称国家正统的军政府，实际能稳稳攥在手里的国土，按 BBC 2024年那次实地测绘的说法，只有大约21%。一个对外签条约，在联合国里代表缅甸的中央政府，脚底下真正踩实的只有1/5块地。1948年缅甸独立，第2年克伦族就举了枪，一直打到今天，70多年，是这颗星球上还没打完的最老的内战之一。从这片山里人的爷爷辈记事起，枪声就没真正停过，一代人接一代人，仗一直在打，地一直在分。所以军政府很早就算明白了一笔账，边境那些大山他打不赢也守不住，与其年年往里填人命，不如换个活法。你这支枪我不缴了，你这块地我也不抢了，你接着站着，咱交换条件是你别再打我，名义上认我当个大哥，再把你在地盘上挣的钱分我一份。至于你在那块地上做什么生意，砍柚木、挖翡翠、种罂粟、开赌场，我不问，你把租子交够就行。于是这些军阀都从一个叛军慢慢熬成了一个包租公，他们脚下那块地也从一个战场变成一片不上税、没人查、什么来钱快就上什么的特区。早年这块地上长的是柚木和玉石，后来是海洛因，再后来是赌场的筹码，到现在是骗人的园区，哪样来钱最快，最不需要本事就换成哪样。讲到这儿，妙瓦底那个绝对的地头蛇该出场了，他叫苏奇都，克伦族人，后面咱们就叫他苏司令吧。苏司令1969年生人，早年先是反政府的叛军，后面又被收编。2024年初，眼看着中央军政府的名声越来越臭，他为了在形式上跟军政府做个切割，先是公开拉开距离，到了3月，干脆把队伍改名成了克伦民族军，自立门户了。对苏司令这种拥兵自重的边境军阀来说，园区就是银行。美国和平研究所专门替他算过一笔账，单是水沟谷亚太新城这一个园区项目，每年就能给他的房区带来大约1.92亿美元的直接收入，折合人民币13个亿。这笔钱拿来干嘛？发军饷、买无人机、买弹药，养着那8000个人活下去。而且这笔钱他还得拿出大约1半上缴给那个在内战里穷得连汽油都快买不起的军政府。你算算这笔账有多关键？这一个园区养的不光是一门生意，还是一支8000人的武装，外加这支武装头上那个军政府。重盖园区的钱从黑产里来，保卫园区的枪是这8000个人，两边于是有了一种很默契的分工。每当军政府顶不住国际舆论压力，需要给世界一个交代的时候，苏司令就献出几栋空大楼当做爆破的舞台。卫星图上炸掉的是搬空了电脑、剥了墙皮的空壳，账面上留下的是配合联合执法的辉煌战绩。风声一过，重新营业。前面那些只被啃掉一面墙的毛坯楼，现在就有了解释。他们打一开始就是准备好用来炸给全世界看的道具，真正值钱的设备和人，早在推土机开进来之前就清空挪走了，留在原地挨炸的是几堵注定要重新糊起来的空墙。军政府要的是面子，军阀要的是里子，各取所需。地头蛇护着园区，园区养着地头蛇，一拍即合，真插不进。那中国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些园区里的人大半是中国人，这条产业链最早就是冲着中国人来的。按理说，最该雷霆出手，也最有动机出手的是北京啊。可你回头看这10来年，会发现一个很拧巴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着缅甸边境这一滩乱，中国出奇的克制。为啥呢？因为北京在缅甸埋着一条命根子，它叫中缅油气管道。光是那条原油管道，全长就有770多公里，
起点在缅甸西海岸印度洋边上一个叫皎票的深水港，从那儿一路往东北方向爬，穿过大半个缅甸，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直通昆明。2017年正式投运，一年能往中国送进去2200万吨原油。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中国的一块心病叫马六甲困境，中国进口的能源绝大部分走海运，而这些油轮必须挤过马六甲海峡那个咽喉，但是那片海是美国海军说了算的，一旦哪天人家翻脸，在海峡口这么一卡，你中国的油就断了。现在这根中缅管道干的就是绕开马六甲的活，原油在皎票上岸，直接走陆路灌进中国西南，省下3000公里航程，还躲开了那个被别人攥着的咽喉。这是中国印度洋能源走廊的核心，是战略级的生命线。这根770公里的管子，它几乎是贴着缅甸最动荡、武装割据最密集的那条带子钻了过去。管道沿线那些站点，大半还攥在军政府和各路民地吾手里，而且他还真的挨过打。光是2021年10月到2025年5月，这不到4年里，针对中缅油气管道站点的重大袭击就至少有7起，分散在曼德勒省、善邦和若开邦。到2024年12月，若开军更是攻占了军政府的西部军区司令部，把若开邦境内一处输油管的控制站直接夺了下来。你现在能体会北京的两难了吧？他在缅甸边境最大的资产不是哪个城、哪门生意，是这根管子。而看着这根管子能让它通油，也能让它断油的，恰恰就是这些割据的武装。这根油气管道实际上就成了那些园区保护伞手里捏着的一个人质。你要在我地盘上动手太狠，激化了矛盾，我就能让你那根管子不太平。于是北京长期采取一种对冲的活法，一边跟军政府打交道，一边跟民地武留着线。据外交事务披露，中国云南那边的公安和国安系统的人跟这些民地武打了几10年交道，专门负责现场斡旋、谈停火，互相很有默契。可这局后来为什么又破了？破在2个字上：红线。2023年10月底，缅北果敢老街一处由当地明氏家族控制的电诈园区里出了大事，一批想从园区里跑出来的中国人，还有几名中国派进去的卧底警察被当场开枪打死。这一下红线被彻底踩碎了。你坑中国老百姓的钱是经济账，北京还能掂量管子、掂量大局，可你把中国人和中国警察打死，那性质就变了。这口气咽不下去，也不能咽，平衡就在这一刻被打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你可能还记得，王局之前做过节目。2023年10月27号，缅北3家民族武装果敢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若开军组成的3兄弟联盟突然发动了一场代号1027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公开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清剿缅北电诈。国际上普遍认为这场行动北京是默许甚至乐见的。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几乎是前后脚就飞到内比都，跟缅甸军政府头子敏昂莱见了面，同意成立联合工作组。之后缅北4大家族就都被灭了。而且你注意，整个1027打下来，那根油气管道一滴油没断，这就是北京要的，在保住管线的前提下，把踩了红线的那帮人连根拔了。这一次中国的拳头是真的砸下去了，是真把缅北那一窝端了。这不是公关秀，这是动了真格的清洗。但是你回头看地图，会发现被1027连根拔起的是缅北，是靠着中国云南那一侧的果敢老街。而我们这期节目开头说的小洋，说的妙瓦底、三佛塔在哪儿？在缅甸的另一头，缅东南，靠着泰国那一侧。缅北被端了，那帮没死没被抓的庄家、技术骨干、二道贩子，他们顺着缅甸这具千疮百孔的身体往南跑了，跑到了北京的杠杆够不着，紧贴着泰国的妙瓦底，跑到了苏司令的地盘上。北京在缅北那一记重拳确实打碎了果敢老街的旧秩序，但它也产生了一个残酷的挤出效应。没被抓住的庄家、技术骨干和资金往更远、更难管的南边流去，苏司令的地盘正好成了接盘的地方。按下葫芦浮起瓢，东边不亮西边亮。传统那种针对中国人的杀猪盘，这几年因为国内反诈工作做得不错，又赶上缅北被端，遭了重创，中国人被骗怕了，警惕性上来了。这门生意在中文世界越来越难做。但诈骗集团一看，哎呦，中文市场卷不动了，那就出海呗。语言不通本来是道坎儿，可 AI 把这道坎儿给填平了。实时翻译、自动生成的聊天话术、伪造的视频和声音，让一个连 Hello、Thank you 都说不利索的骗子，也能在屏幕那头扮成一个温柔体贴、谈吐得体的美国投资顾问。他们开始收割西方的英语受害者，业内管这叫杀羊盘。苏司令地盘上最让西方头疼的一个诈骗中心叫太昌园区，这园区的作风在业内是出了名的霸道。
2025年底，美国司法部直接远程查封了太仓好几个虚假投资域名，结果前脚刚封，后脚人家换个马甲又上线，这下把华盛顿惹毛了。今年4月23号，美国国务院通过他那个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悬赏计划，开出了最高1000万美元的赏金，公开向全世界征集能帮着切断太仓资金链的线索。风声一紧，苏司令做了个动作，他把自己的精锐迅速往南挪进了更偏僻、监管更真空的三佛塔一带。而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调查，三佛塔这个新冒出来的诈骗枢纽，本就是他的边防军和另一支叫民主克伦仁爱军的武装联手经营的。三佛塔就是这一期开头小杨被卸下车的那个地方。苏司令表面功夫做得很足。2024年，他发过一纸通告，限期到当年10月底，驱逐所有做线上业务的外国人。2025年，他还专门开记者会，坐到摄像机前，一副痛心疾首、决心整顿的改革者面孔，对外说自己已经救出了7000多人，但国际上几乎一致地把这套表演叫做一场公关秀。道理也很简单，苏司令是这片边境唯一的秩序提供者，园区是他8000人马的饭票，你让他亲手关掉自己的财源，相当于让一个包租公带头去拆自己的出租楼，你说能行吗？枪守得住这片地，但枪盖不出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写字楼。保护伞把框架搭好了，真正那台把钢筋水泥变成印钞机的机器是另一拨人在转。那拨人里最有想象力的一个叫佘志江。很多年前，佘志江就因为在菲律宾经营非法网络彩票，被中国警方通缉，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了红色通缉令。但在2017年，这个背着红通的逃犯没有选择东躲西藏，他反而迎着风浪，在泰缅边境的丛林里硬生生吹起了一个特别大的局。他通过旗下的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把一片占地10几万亩的法外荒地对外包装成了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项目：区块链特区、智慧城市、前沿科技产业园。什么词儿大，什么概念时髦，他就往里装什么。佘老板他不亲自下场骗人，他干的是地产生意。我给他这套模式起了个名字，叫黑金众筹。他拿自己的钱租下荒地，平整出来，切成一格一格，转租给国内各路的黑产老板，盖一栋5层的火柴盒水泥楼，实际成本也就几十万美元。可楼盖好，按工位往外租，2-3个月就能把盖楼的全部成本整个收回来。他自己基本不碰骗局，他收的是地租，是水电，是抽成。他跟中国的中冶集团还在仰光签了一份修建基础设施的协议。签约那天，双方代表在摆着2国国旗的长桌前合影，而在见证席上，正襟危坐着的还有中国驻缅甸使馆的一位商务参赞，一个被国际刑警红色通缉的逃犯。他的项目从此有了国企的施工队和大使馆的合影。在那片3不管的边境，这张合影比100个保镖都管用。他等于在所有人面前挂了块牌子，说咱背后有人啊。那他背后到底有没有人？这就要说到佘志江后来在牢里讲的那套话了。22年8月，佘志江在泰国曼谷落网了，中国要求泰国把他遣送回国。在他打那场旷日持久的引渡官司期间，半岛电视台等机构陆续拿到了他在狱中的供词。2024年，半岛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一期纪录片，片名直接就叫《被抛弃的中国间谍还是犯罪主谋》。在镜头里，佘志江情绪激动，他声称自己早在2016年就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当了间谍，对方承诺帮他撤销通缉令，作为交换，他在泰缅边境替中国搜集情报，延伸影响力。他说，亚太新城从动工的第1天起，就不单单是一座赌城，更是中国在边境用来监控地方武装、搜集跨境情报的秘密据点。2020年4月，孙立军被查了，紧接着，当年8月，中国驻缅甸使馆就急匆匆发了一份声明，极为罕见的公开跟亚太新城切割，把它定性为非法赌博项目。你回想一下3年前那张合影，长桌、2国国旗，正襟危坐的商务参赞，3年后同一个使馆翻脸不认了。从那以后，佘志江在泰缅边境的免死金牌瞬间作废，没有了提前预警，没有了暗中庇护，他从一颗有用的地缘棋子变成了一个谁碰谁烫手的政治负资产。他一路东躲西藏。2022年8月，他在曼谷被捕。2025年11月，泰国终审裁定把他引渡回中国。佘老板被押回国了，可那片城炸了吗？没有，只要苏司令手里那杆枪还在，只要租地和收租那套逻辑不变，黑金自己繁殖的速度就足以在没有佘老板的情况下，让接盘的人用一模一样的手法再造一座新城。现在把视线从缅甸的丛林里收回来，跨过边境去第2座城柬埔寨金边。
去看看另一个玩弄这套游戏，但段位比佘志江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的顶级寡头。金边这一头的主角叫陈志，佘志江在缅甸搞的是亚太，陈志在柬埔寨办的是太子集团，这两个不是一个量级的。如果把东南亚的跨境犯罪网做个划分，佘志江顶多算一个地方割据的园区大房东，靠扯虎皮收租子过活，而陈志是一个已经渗透进国家经济命脉的顶级寡头，他买国籍，买顾问头衔，买外交护照，买银行，买地产，买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他要把黑钱洗成身份，洗成资产，洗成政治保护。陈志就是这条路走到顶的样本。陈志落地柬埔寨没多久，花了大约25万美元的捐款，拿到了柬埔寨国籍。在那个国家，国籍是明码标价的，钱给够了，一个外来的逃犯就能在法律上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本国公民。2017年，他靠一纸谕令被任命为内政部顾问，级别等同于高级政府官员。往后，他先后给首相洪森、给洪森的儿子兼接班人洪马奈这2代总理当过私人顾问。2020年7月，他更是拿到了欧克尼这个柬埔寨专门授给巨商的尊贵封号，由洪森亲自颁授。而这个封号本身也是拿天文数字的政治捐款换来的。2022年4月25号，金边的和平宫，洪森接见一个投资团，镜头里陈志就站在洪森身边笑盈盈的。在那个时间点，陈志的体面是连一国总理都愿意为他背书的。那他这身体面的底下藏着什么？美国司法部后来的起诉书里附了一本陈志和同伙自己记的行贿账本。2019年，他的一名副手给一位高级政府官员买了一艘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游艇，陈志本人给另一位高官送了价值数百万的名表。起诉书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而那位收了名表的官员转头就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帮陈志弄到了一本外交护照。23年4月，陈志甚至揣着这本用名表换来的外交护照，大大方方地走进了美国。讲到这儿，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浮上来了：陈志这种段位的人，他在柬埔寨把政商两界喂得这么熟，那他跟中国又是什么关系？下面我们就钻进美国司法部那份起诉书，看看陈志这个体面人到底跟谁做着怎样的交易。我们先从一个时间上的怪事说起。中国其实很早就盯上陈志了，早在2020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成立了针对太子集团的专案组。后来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苍县人民法院在一份判决里估算，说这个集团光靠赌博非法获利就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可这只本该砸下去的拳头在半空里停了将近6年，从2020年立案一直到2026年初才真正落下来。为什么停了6年？又为什么偏偏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只手突然落了下来，逼着柬埔寨配合，把陈志弄回了国？让那只停了6年的中国之手突然落下来的是另一只手，华盛顿。美国先动了。去年10月，美国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正式起诉了陈志和太子集团的核心高管，并且顺着资金链远程查封，没收了陈志控制的高达12万7千多枚的比特币，价值大约150亿美元。这是美国司法部历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一次没收行动，这个数比世界上一大半国家一整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而这仅仅只是一个柬埔寨企业家攥在手里的其中的一笔钱。紧接着，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向全球发布跨国通缉，通过国际刑警和外交渠道向柬埔寨政府施压，要求逮捕陈志，引渡到美国受审。我们来看看美国那份起诉书里到底写了什么。起诉书说，陈志在太子集团里专门安排了一位2号同谋，主管一项业务，叫风险控制。这位2号同谋干的活是监控各国的执法调查动向，然后跟外国的执法官员做腐败的交易。他跟谁交易？起诉书点了名，中国的公安部还有国家安全部。这位2号同谋跟陈志详细的、反复的沟通过风险控制的问题，以及他正在跟公安部里的哪些人保持联系。而陈志本人还向旁人说过，他跟国家安全部有一个默契，他能提前知道执法行动的风声。那为什么美国一动，北京就赶紧把陈志弄回了国？我们来看这条时间线，每一步都卡得特别蹊跷。美国去年10月起诉查封，2个月后，柬埔寨国王谕令剥夺了陈志的国籍。2026年1月6号，陈志在金边被当地警方逮捕。第二天1月7号，他就被押解回了中国。美国想要他去纽约，可从结果看，他没去成纽约，他被自己的祖国抢先一步抓走了。陈志不是一个普通的赌场老板，从他在柬埔寨2代总理身边当顾问，手里捏着行贿账本，跟中国公安、国安都有勾连。这些已经曝光的事实看，他这个人身上
装着大量非常敏感的东西。假如他被引渡到纽约，在一个完全不受北京控制的公开的美国法庭上，为了给自己换减刑，他会说什么？这件事谁也没法预测。一个掌握着这么多敏感信息的人，在一个能掌控的封闭体系里受审，和在大洋彼岸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公开法庭上开口，这两者的风险显然不是一个量级。所以把陈志攥在自己手里本身就是一种必须的风险控制。我们把视线从陈志身上移开，重新审视整片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法外之地，就会发现这盘跨国大戏的赌桌上，其实自始至终都伸着4只巨手。现在我们不妨把这4只手一只一只请到桌面上，拆开看看他们各自的利益账本。缅甸军政府那只手要的是面子和那一半的租金，所以他配合着炸几栋空楼。苏司令那只手要的是里子和那每年近2亿的大盘，所以他演着解救7000人的戏。美国那只手要的是给本国选民一个交代，你看我查封了150亿，我开出了1000万悬赏，所以他高调起诉，全球通缉。中国那只手最复杂，他在缅北那一记真打，要的是被踩碎的红线和被点燃的民意有个出口。他把陈志抢回国，要的是别让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在境外的法庭上失控。他保着那根油气管道，又得安抚着民愤，还得防着自己系统里那些被买通的内线。4只手各怀心思，重重地拍在桌上，动静很大，但拍碎的仅仅是几个马仔和账户。这张桌子本身纹丝不动，因为在这个主权破碎的盲区里，黑和白早就长在了一起。它是军阀的军饷，是军政府的暗账，也是大国投鼠忌器的软肋。这是一场多方心照不宣的风险控制。拍桌子从来不是为了掀翻它，是各方在用最激烈的肢体语言重新对一次账。回到小杨，据媒体报道，他父亲最后一次对着话筒开口，只有一句话：他们一直在拖。对方口头答应过放人，可就是不给准信。今天拖到明天，这个月拖到下个月，再往后这个女孩的消息就没了。而就在她的消息沉下去的这2个月里，那门把她吞进去的生意一天没歇。上个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那份报告说，全世界的电诈黑产眼下大约还有3%盘踞在湄公河两岸，而剩下的1/4大多是从东南亚的围剿里逃出来，揣着钱和技术在全世界开新店的1/4，他们没死，他们换了块地皮重新挂牌。联合国说，东南亚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正在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演变扩散。现在我们再回到小杨，我心里憋着一个没法证实的猜测，我猜他可能已经回来了。像他这样的案子，家里人公开求过助，有媒体盯过一阵，又正好赶上这2年中缅泰3国大规模遣返，最后被悄悄从那片地里捞出来的其实不在少数。假如他真的回来了，你我又为什么连一个字都没听到？还记得开头那份贴出来全网点赞的捷报，630多栋拆除，1500多名嫌疑人押解回国，话已经说出去了，锣鼓已经敲过了。那现在假如有关方面真的又从那片所谓已经处理干净的地方，把一个刚被关进去的姑娘悄悄捞了出来，这个好消息还敲得了锣，打得了鼓吗？那肯定是敲不得啊，因为你越是高调宣布我们又救回来一个啦，就越像是在替自己补一句，那片地方当初根本就没清干净。所以对一份已经盖了章的捷报来说，最省事的处理就是冷处理，不报道，不表彰，不多提一个字，让他悄悄回家算了，让这件事悄悄沉下去，沉到没有人再记得有过这么一个姑娘。而那片从缅北的果敢老街被赶到缅南的妙瓦底，又从妙瓦底被赶到更深处的三佛塔的灯火，它从没被熄灭，它顺着这具千疮百孔的身体上的裂缝挪到了那根管道照不到，那只拳头够不着的地方，重新一盏一盏亮了起来。捷报再宏大也装不下个体具体的哭声，我们依然期盼那些宏大的力量能真正穿透盲区，砸向更深的暗流。愿你我，愿所有人的孩子都能平安地留在充满阳光的地方，永远不必在异国他乡的清晨去关上那一扇将自己吞噬的车门。我是张狗剩，我们下期见。王爵，您要的人给您带来了。哼，张狗剩，你有啥要和我说吗？
不是你给我绑过来的吗？王局，你这拜的啥倒霉玩意儿啊？这是我从缅北请回来的，他们那儿人都拜这个，说这个电人有力气。别打岔，你上周都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呀。还狡辩？我就去缅北学习几天人员管理，你到处和别人说我病得不行了，王下张上了，还做了个视频拿棍子打我，你真是……我也没想到你能回来呀。我错了，我是太想进步了。王局，再给我个机会。你别说了，必须让你看看我的学习成果，带出去吧。好的，王局，具体怎么处理？垫个7分熟就行了。不要啊！我为频道流过血，我给节目立过功。